中国文化崇尚自生自灭，钟祖康。香港和中国这两个传统华人社会的一个惊人相似之处是，都对所谓福利社会极其敌视。绝大多数人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大都认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也大都认为富豪尽情享受是天经地义的事。香港不少巨富如胡应湘、吴光正等，更公开地表示，交税较多的人应该有比较大的政治权利，比如有更多的投票权。更加恐怖的是，当其他文明国家都已经一律毫无保留地把贫穷视为必须根除之恶时，许多中国人甚至把贫穷讴歌为推动个人奋发向上的原动力，把贫穷哪怕是赤贫视为人生难得的磨难。其原理跟传统中国人笃信的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相近。至于中国人说的奋发向上，所指的也甚为狭隘，基本上只是指专心谋财而言。只要得到适当酬金，绝大部分人并不介意一辈子做极其无聊或无耻的事。谋财以外的活叫不务正业，这样的人叫做不洁身自爱。24孝中的郭巨，为了把不足的食物留给娘亲，从而把儿子活埋，本来就是一个对冷血社会、反福利社会一个极大的控诉。但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褒扬郭巨的孝心，从来没有反思和追究一个所谓文明社会为什么会逼迫父母要把子女活埋，为什么政府、宗教组织或其他非政府的救济组织却会见死不救。难道孟子说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像其他绝大部分的儒家宝训那样都是纸上文章？又难道这个堂堂礼仪之邦没有洋人圣经上说的好邻居概念？同样，尽管香港发生了一宗又一宗因为每周7天每天工作接近20个小时而最终以过劳死暴毙或过度劳累发生工业意外致死的惨剧，但传媒几乎每一次都只是一味表扬死者是为养家而牺牲的好爸爸或好妈妈，很少会去追究为什么一个有那么多百亿千亿港元巨富的社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随时要天天工作15或20个小时也不能糊口，会有那么多人被迫走上绝路。请看，为养活妻女每天开客货车18小时，辛劳好爸爸猝死撞车，日做16小时假期不休息，好爸爸遭3吨工字铁压死，日做19小时工作养5个女儿，好母亲累到死。这分明就是变态冷血社会之下逆来顺受并纵容奴隶主的奴才，难道是值得推崇的好爸爸或好妈妈榜样吗？这跟传统中国人只顾褒扬24孝的做法又是多么的相似。也如鲁迅训斥中国人那样，遭劫一次就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死成凶自卫，却只顾讴歌那一群烈女。加上在一些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如弗里民、张五常等长期串联叫卖下，令不少本身文化已经敌视福利社会的中国人更加振振有词地反对福利，也更加以为世界上的文明国家都是奉行这样的极端自由派经济理论，以为福利社会就必如这些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或学棍所说的那样恐怖。但有趣的是，就如绝大部分独裁主义信徒如要移民都会选择民主自由国家那样，这些在言论上对福利社会咬牙切齿的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却又绝大部分选择在福利社会定居。这种言行严重脱钩的现象都已经相当有力地说明了这些理论家有多么不相信自己的理论。福利社会有利于经济增长，那么福利社会或者说由此伴随而来的大政府，是否那样如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或一般中国人相信的那样为祸人间，破坏经济发展呢？政府是否如他们所想的是越小越好呢？这个超级大问题，虽然我们也多少可凭常识和个人观察而心中有数，但以严谨学术的方法予以分析论证，并令各方为之叹服的研究，直到近年才出现。那就是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林德特
于200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大册巨著《日益扩大的公共部门：18世纪以来的社会开支与经济增长》。林德特教授其中一个要回答，而且也很漂亮地回答了的重要问题是：究竟福利国家是否如某些经济学者，特别是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所声称的那样，会危害经济发展？结果，林德特教授非常细致地精研了欧洲及美洲多个国家300年来无数经济发展数据，发现福利国家中所做的福利或用于改善贫富悬殊的所谓财富再分配，其国民成本净额基本上是0。也就是说，所谓免费午餐本身的确是免费的。研究并发现，社会性开支，也就是包括救济、公共健康开支、服务补贴及教育公共开支等增长最快的民主国家，并没有如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所危言耸听的那样，会饱受收入下降的煎熬，而是恰恰相反，通常都有较高的和迅速增长的人均收入。研究结论是，庞大的社会性开支是有利于，而不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林德特教授说，一些经济学者把福利国家的成本夸张得太离谱了。按照林德特教授的发现，我们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北欧民主国家最讲福利，也在经济、政治等发展方面傲视全球。林德特教授成功地让人更看清楚大政府的优越之处，并驳斥了一些不学无术的同行。他只是始终主要从其经济学本行的角度立论，但反福利社会主义或所谓小政府的害处，并不仅仅是妨碍了经济发展，更对社会的其他许多发展祸患无穷。小政府催生病态大家庭，小政府的第一大害处就是催生病态大家庭。政府任由民众自生自灭，民众自然不得不长期投向朋友，特别是家人、亲戚之间求助，这令家人或朋友之间的关系趋于功利化，比较难有在福利社会下洋人之间的君子之交，而家人之间不得不相互依赖接济，甚至是养儿防老，也很容易令人为了得到亲人的搭救或长期照顾，而不惜放弃个人思想或性格的独立。而有能力接济家人的成员，纵然可以盛气凌人于一时，但也往往因要承受令人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而提前衰竭。这样被小政府压迫出来的金钱瓜葛长期互相纠缠的大家庭，不仅往往与个人身体有害，而且是训练低眉顺眼的小奴才的温床。因此，中国人的小政府社会很容易逼迫出笑来，并将之提升到病态的地步。每一代人如果不能有自食其力，就由家里的下一代人照顾，尽管年轻一代往往连自己也无法养活。不负责任、敌视福利社会甚至社会保险概念的中国人，政府很快就会领略到孝的之妙用无穷。统治者由此把照顾民众、为民众尊严生活做规划的责任，通通借孝这个道德指令推卸责任到每一个家庭身上，好让统治者自己有钱尽情挥霍，并且领取比一般民众高出几十倍的薪金，达成依法掠夺的目的。在小政府下，家人之间的接济和异常艰辛的养育，常令接受者感到恩重如山，并会诱发在华人社会中常见的有私无公、有家无国的反社会行为，导致人人为己、自私自利，对自己国家没有归属感，而渐次失去向心力。这股离心力则被视为反动派，离心力小的时候还可以用暴力等等粗暴地镇压下来，但长此下去只会相继循环，终会有一天一发不可收拾。相反，国民若主要从政府而不是从家人得到救济，不但无需低眉顺眼，而且保有尊严，也无需担忧被终止援助而出卖灵魂。而受惠者如要感恩图报，对象也不是狭隘的家人，而是国家，这才是培养爱国心的健康途径。中国统治者反福利社会和迷信小政府，任由民众自生自灭，也是中国的黑社会社团惊人发达的一大主因。当无权无勇的民众投靠无门时，投靠黑社会也并非难以理解的事。甚至共产党在中国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拜中国统治者任由国民自生自灭，
以致国民病急乱投医所导致的。小政府另一个缺点是，每个人不论是否善于理财，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师。首先，这会令国民因孜孜于聚敛财富，从而导致弃之趋于庸俗，也因而浪费大量时间，进而荒废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事。也许有人认为这会有助于锻炼个人的钻营之道，甚至有人建议这种理财能力应该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培训。但正如以上所说，这做法只会导致害处多于好处。在这种人人要做自己的金融师的社会结构里，常见的结果是，不少人在忧虑沦落街头或老无所依的恐慌下，过度地囤积财富，但更多人会因为理财不善而落得一穷二白，潦倒半生，甚至一世。所以，这方面的理财工程最好还是尽量由政府的专业人员来做。经济衰退的不同含义，虽然有人一度以瑞典从1970年代中至1990年代中经济衰退为例，扬言福利国家已经消亡，但瑞典到1990年代中已经慢慢全面复原过来，也让人见识到福利社会的巨大复原能力。而且，许多人不知道福利国家的经济衰退跟非福利国家的经济衰退是完全两码子事。北欧福利国家即使遇上经济衰退，由于全国国民都被纳入安全网，生活水平仍是相当高的，只是逊于他们自己原来的生活水平，但比起非福利国家而言，还是明显优胜的。而非福利国家由于没有安全网，一旦遇上经济衰退，就会民不聊生，悲惨万状，就像香港要排队跳楼烧炭自了残生那样。而在传统中国社会，则动辄要人相食或易子而食，这种种惨烈景象在北欧福利国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像中国大陆有一些美少女，为了给兄弟姊妹，特别是男丁攻读大学而卖淫的事，或像香港在最繁荣的时候，也要有几千人居住于龙屋的事，在北欧福利国家最穷、最经济衰退的时候，也绝不会发生，哪怕只是一宗的。老实说，非福利国家即使在所谓经济繁荣时，除了一些豪强巨富之外，国民的平均福祉也不可能比经济衰退时的福利国家优胜。由于工作条件苛刻，许多即使有幸受雇的人，其实也只是奴工而不是劳工。反对福利社会的人又说，人的报酬必须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成比例。如果是这样，敢问什么叫做贡献呢？以蒙骗消费者，以内部交易，以官商勾结，以糟蹋生态环境，以指鹿为马，以扶助独裁政权，以拥护微选举等等而致富者，是否对社会有贡献呢？如果一定要把报酬与贡献挂钩，我们要给爱因斯坦、贝多芬、梵高、乔治·奥威尔等巨人多少报酬才够呢？然而他们并不富有，甚至相当潦倒。又如乳牛一天生产近30公升牛奶，蜜蜂为人类的农作物授粉，其贡献比起无数饱食终日、以整人害人为乐的人类都大得多。那么这些动物又该得到怎样的报酬呢？说到底，当人类自认为已经进化到离开森林，不需要天天忧虑被狮子吃掉之后，人道主义就是终极真谛所在。否则，森林里的野兽世界不是更具有自由竞争的精神吗？这也是香港多次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种森林式经济体系现在已经绝不可能出现于民主国家，只可能在人类文明的停时间，也就是独裁政体中找到。基督新教关键所在，似乎许多华人总是深信人有滥用福利的天性。在香港，连身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人的政棍也公然以福利养懒人为由，从而力主削减原本就已经不多的福利救济。但为什么在全球福利之最的北欧国家，反而远远没有那么多对滥用福利的指控？而为什么福利也没有被滥用到拖垮整个制度的地步？在挪威这里，人们没有为了1年的全薪产假和每月5000多港元的儿童津贴而像母猪一样的生育，倒是在移民社区中，特别是在伊斯兰社区中，生育率较高。
据传闻在奥斯陆一个伊斯兰家庭中生了16个孩子。尽管监狱的居住服务条件一流，而一般量刑也极轻，也从没有听过挪威人乐意入住，现在倒是给乐不思蜀的外国人住满了。但为了保持优质的监狱居住环境，现在连坐牢也要轮候多年。那么笃信严刑峻法的中国人也必以为挪威会变成罪恶之城了，但事实居然是挪威的犯罪率就如其他量刑也轻并对犯罪极为人道的北欧国家那样，都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最讲福利的北欧人那样自律自尊？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自愿把自己太多的财富拿出来跟比较穷的人分享，让强者弱者都能活得有尊严，活得有意思？这是值得我们这些来自假大空文明的人深切反思的。越来越多人相信基督新教的伦理是关键所在，这也是经济学家所不懂的。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又在强调，香港要坚守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并把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以 20% 为目标上限。即使算上香港原本应该需要负担的约占几个百分点的国防军备支出，这个公共开支比例依然是低得惊人的。这个饼那么小，怎样去分呢？于是香港公务员为求自保，就拿掉公共总开支中的70%作为自己的薪金，这是国际一般水平的2倍多。一般同类发达国家的公务员薪金开支只占公共总开支中的20%左右。这是为什么香港官员的薪酬之高，举目全球仅有另一个统治者同样可以为所欲为的独裁政府新加坡可与之较量。这是为什么在香港这样富裕的社会，一个令台湾首富郭台铭也相形见绌的社会，居然会有数以千计的香港人要像狗一样的居住于铁笼，也就是约18平方尺或2平方米的所谓笼屋。可参见电影《农民》，有无数人每天要被奴役10到20个小时，而依然仅够糊口，有100多万人属贫困户。香港人口只有700万，但台湾首富郭台铭的身家只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1/4。香港政府日夜吹嘘的大市场小政府的本质就是这样。原载于2007年6月《开放》杂志